大家好，我是老胡，这是我们每周一期的固定的直播时间啊，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每周日的中午12点啊，我这边时间现在是晚上的9点每个星期在这个时间，我们在这边处理一下子上一周遗留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几个渠道，主要是鼓励大家通过这样一个音频的提交问题的频道，还有呢在视频底下的留言一般视频底下留言的这些评论如果比较简短的问题，我都会直接在这边回复稍微复杂一点的一两句话讲不清楚的，我才会带到这个直播间来跟大家在这边讲解。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也从这个语音的问题开始老胡你好，昨天我上传了我第一个视频，就是动漫制作的视频上传到 YouTube， 结果 YouTube 给我发警告了，他马上就发警告说你这个版权侵权了，版权方来自于腾讯网，然后他还给我做出意见，说要不要把他侵权的那两个小片段剪辑掉，然后我就把它剪辑了，然后他就处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我以为可以上传了，结果还是遭到全球禁播，理由是其他的片段也是侵权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老胡，为什么 YouTube 上很多其他人做电视电影解说或者动漫解说的那些人，他们上传的影片都没有全球禁播，可以正常上传播放，为什么我的就不可以呢？请你帮我解惑一下，谢谢。好的，这种问题经常出现，但是呢每一个人的版本又不太一样所以虽然是一个好像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每次我都发现好有趣，都有一点新颖的东西可以讲所以呢，你认为你懂了的话真懂那当然很好，如果不是全懂的话，还是要耐点心，不要一听就讲这个我全懂，这个我会了这问题怎么回事？他上传了一个视频得到了版权主张。版权主张讲，你这个地方有侵权的地方，你给你这个选项，你要么就消音，要么就是替换这部分音乐这部分是可以在线。所以他刚才这个观众提到这个问题我提交了，等了好长时间，然后他又告诉我又有另外一个地方又有问题。好，这就有趣的地方，他这个东西系统是这样子设计的：你来了一个3个小时的东西，中间用了3段音乐，他不会讲从头给你扫描这个，他只要找到你第一次违规的地方，他就讲行。你这个地方有版权主张，因为只要有版权主张，立刻钱就给那个人，跟你的长短跟你用多少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没有必要从这个版权主张检测这样一个要求来讲，他没有必要再给你进行扫描。就像你第3分05秒到第4分02秒有一个侵权，你处理不处理？好，处理掉，你重新提交，然后呢，他又来进行扫描，讲对不起，你1个小时03秒的地方又有一段，所以你好像说哇，你还怎么不一次都告诉我呢？我就告诉你，它这个资源要最小化，就这个意思。它不是讲你这个东西给你吃力费力的给你从头到尾扫描所以不要抱怨这个系统。工程师这个团队做出来的东西，他不是傻瓜，他后面有很严密的逻辑在这个地方，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这个原因所以它是这样一个机制。然后你提交以后，为什么它要那么长时间就减掉中间几十秒？这是因为我不讲了，多次讲过，它的主要的资源要来让大家来提交每分钟500个小时的视频，它主要的资源要让这些，你想那个上传视频的人，如果上传时间好长，那是最糟糕的一个体验，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已经不是很优先级大使馆或者是这个公安局给你处理东西有加急的这就是加急的意思你这个不是加急的任务，所以不着急，等到后台服务器有资源的时候，有算力的时候才来处理你。所以有的时候咱替换那一点点，怎么花了几个小时都没给我处理完，太 low 了，不是这样子的每个后面都有道理的，我跟你把那个道理讲清楚，所以你就能理解人家工程师为什么是这样子设计的。好，你再提交，他在检测你第2次有违规。如果你里头用了，比如说像那个用了好多，用了10个的话，他可能就1个给你报告，让你上传10次，把你
把你弄疯为止。那你不要怪他哦，是你自己侵权在先，你没理在先嘛，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对吧？所以我就告诉你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最后这个观众又问到这个问题，就是提交上去以后有全球禁播啊。那么全球禁播只是其中一种，我不讲嘛。另外一种是这样，我允许你用，我把钱拿走。所以这个观众他的问题是，他碰到情况他是全球禁播，不让他播啊。那么他就讲别人为什么可以啊？那么我就可以给你讲这个办法。这样子讲吧啊，我讲了很多是政治不正确的话，这个比方不见得准确，但是这个意思希望你能 get 到，就是街上的小偷不归你管啊，人家有本事不被抓住，你就不要不服啊。那么你可以去做这样一个试验，我告诉你，你去把人家你认为没有版权的这个主张的，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在你这个频道试着上传，看看他会不会报警啊。这是个有趣的试验，这第一。第二，你不要认为人家都没有版权，跟你一样的。现在 YouTube 上有很多什么电视剧啊、片段啊那些东西是有版权的啊，不要认为人家都没有版权哦，有大量的有这个版权。我就接触到很多人跟我就是有正式版权的，教我怎么操作啊。有的人要跟我合作，就这样，是有这个广电部或者是某个电视台的，他有这种版权的许可的，完全是正式的。所以不要认为人家都没有版权，就我就是讲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一些没版权的，是有技术的。这个天下无贼里头这个黎叔，人家是有技术的，对吧？所以至于这个技术，我就不在这讲，我自己也不会，但是我知道有这个技术啊。好的，所以就不要管，就那个话，他既然是维权，有版权主张，你就不要老想着去，哎呦，我怎么能不抓住这个东西？你今天没抓住，明天会被抓住。今天让你通过，3个月以后突然讲，哎，这个是有那个东西，然后不让你赚钱，你愿意干这种事情吗？明明知道那个就是说，将来是属于风险的东西，你去做它干嘛呢？有那么多康庄大道可以走，不要在这个非要在这个地方。我不讲你喜欢做电影评论，你就做电影评论啊，正儿八经做电影评论啊。但现在有很多误商，就是不是合理使用，把钱弄走，你好生气。但你坚持下来3年5年，你真的是市场上少有的几个做电影评论非常厉害的，不是电影解说，而是电影评论的这种人。最后电影公司也排着队来找你啊，你那个是吃香喝辣的，就是没有任何版权问题，他求着你评他的东西，就这个道理啊。如果你经受不了这样一个打击或者这种误解的话，你就别干这个啊。如果真的是没有兴趣，就是纯粹是要为了流量，那个别人为什么不抓你这个问题，你要改良这个社会，你去做警察局长，就这样。如果不是，你就别玩这个，做别的啊。我讲这话不是针对 Peter 这个人啊，我一再声明，我回答问题就是问题提完了，我再回答问题，已经跟这个提问人没有关系了，借题发挥，我就是这样的习惯，所以大家不要听得不爽啊，我又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就是这个道理。再讲一遍，街上的小偷不归你管，你要改变这个社会，你就去从政，做警察局长啊。好，这是这个问题啊。直播间有些问题，我们先处理一下直播间的。拍10多分钟的影片会不会太久？1个小时50分钟的电影算不算长？不算吧。有的电影3个多小时，不算长吧，对吧？所以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啊。有的又臭又长，有的人15秒人家都受不了就跑了啊。那么为什么我讲这个抖音的这个精彩剪辑10分钟都不嫌多，10几分钟没问题啊？因为全真的是精彩，每个都15秒，好精彩啊，就看了。你要在这边废话啰嗦那人家3分钟都受不了，跑掉啊。那么观众喜不喜欢呢？我不讲嘛，观看完成度、完播率，你拍10分钟的，你看看你的观众是不是坚持1分半钟就跑掉了，证明你这个视频只能拍2分钟，就这样啊。如果你的10分钟的视频，观众能看到6、7分钟，行，可以，完播率60%，不错，没问题，你这个10分钟可以啊。所以你自己知道观众长讲短还是长，没有什么东西好比的。你这个我1.8米算不算高个子？看你跟谁比？你到 NBA 去比，叫你滚一边去，对吧？你要在哪个小地方，你可能哇，好厉害，就这个意思啊。好，Lichy 试了很多封面图展示力，还是没有明显增加，怎么回事啊？没有讲一试就0的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你不是试了以后，换了，然后2个小时立刻就这个见真章，不是？我不讲了，你换一个东西，你起码要给他个把礼拜，你才能看到这个数据有好坏。那么，尤其是这种试验不是那么灵光的，因为你试了这个东西，
影响推荐和这个展示力的话，有好多好多这个因素在里头。你试了这个东西，你不见得能够看得出来。所以进行封面图的优化没有错，但是你想优化也要数据立刻得到印证，然后再来调，那是要比较大的频道才玩这种东西，要数据足够大，你才能看到有差别。你总共才就是说，比如说100的点击量和120，哇，我一换好厉害，增加20%，这种数据没用。这个数据根本就不算，所以在数据很小的时候，在小频道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去量化它，你就讲，我知道这个封面图的主要的设计要素是4个一致性，老胡一再强调的4个一致性，你做到了可以别的你不用去管了，然后再去琢磨怎么优化，你还没到那个程度。我的逻辑就是这样子，你的频道足够大的时候，专门找一个会运营的人给你搞就行了，你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些东西。你现在就是做好不可替代的，你这个频道主，你这个 IP， 你自己，你要么是会说话的，你要么是会搞笑的，你要么是会什么的，你把你这个把那个长板拼命的涨，这些东西你不用懂。我不是讲PewDiePie，人家世界第一，对吧？1亿多粉丝，他只不过是2年以前才知道，哇，10分钟的东西居然能多赚钱，就是因为他这份单纯，他才能做大。他如果是什么都懂哇，我们这半年之内哇，比老胡都懂得还多，这种人一般做不是大频道来的，我都懂得太多了所以我才出问题，对吧？尽量少懂，保持一个赤子之心，往前走，你就是做真我就好了好，之前我做的人物解说，专门做网红故事节目，李子柒解说那种，目前过了获利。现在我想自己拍李子柒那种农村生活视频，请问我是继续原频道做，还是开一个新的频道？如果在老频道做，粉丝的人群会不会精准？好，这种问题我经常讲的话，问问题要会问问题你这个问题缺乏了重要的因素，就是你这个频道究竟有多少人？如果是1000个的话，那你无所谓，你随便做都没有关系。我们是这样基于这样的假设你如果把一个频道、把一个方向当做一个认真严肃来做，你怎么样也得冲着几万、冲着10万或者20万这样的频道去做，对吧？那么你冲着那么大的话，你这1000-800个粉丝算什么呢？他就是钱跑掉，全得罪他也没有关系，你从这地方更新，好，这是一个思想。另外一个思想的话，如果是这样的，我为什么会害怕从零开始呢？我看0到1000这一关你都过不了的，你还想玩一个100万大号吗？不太可能的嘛，对吧？这个连起码俯卧撑都这个就是训练你都不参加，直接就参加5000米这个叫做什么最后的比赛吗？你最后就跑趴的那个地方嘛，对吧？最起码就是这个东西相当于你的试用期，检验你自己。好，我讲这个重要信息你没有，然后这个心态这种东西你的这个你怕不怕这些老的频道主走？如果你认为你现在1000多个粉丝全都是我假设你是1000多个粉丝，他全都是冲着赚钱来的，那你现在因为你这个分析，你分析有好多种，你这个分析可能讲李子柒赚到多少钱，这个小野赚多少钱，然后就这样有好多人就打开 Social Blade 这个东西讲，那么如果是你这种方式吸引来的人的话，他多半不会对你做成李子柒不感兴趣，所以你假象这些人全都会跑掉。那么不跑的人就那傻瓜，订阅你也不看你的这种人，就是成为僵尸一样的账号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些你换也好，不换也好，都没有太大意义。对你这个阶段来做的话，换也可以，不换也可以，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对于你将来会做成20万、100万的这个大号，这点人算什么？不在乎，朝前做就行了。不要在这个上面去，哇，好像会差别很大，新开什么东西？我也请专家的一个建议，老胡告诉你的意见也。没有谁能证明是错的，没有谁证明是对的，你自己做就好了就这样一个把握这样一个精神，你自己就会主心骨，以后就这种问题根本就不要问别人，自己脑袋一想就行了。好，这个左耳我刚才是不是回答你了？刚发布的视频是不是流量来源里推荐视频比例很低？对的，一般是这样子，因为他不知道你这个视频来的时候他都要试探性，所以最开始这个频道开始起来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这个搜索来的比较多一点，除非是什么东西你跟另外一个东西明显的我打个比方讲某一个人
第一期节目，老胡就在频道里头介绍了他是从零开始的哇，然后就是这样发现，哎，看了老胡直播的人都会看他这期节目，然后他那期节目跟我就关联，然后将来一看我直播的人旁边就会推荐他这个视频，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啊。正常你这种情况自己从零做起来的话，一般你会看到搜索会占主要的来量啊，这是第一。当然不能千篇一而定，比如说你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哇，你讲 Facebook 和在 Twitter 上面好大的一个粉丝群，那就不一样了，那它就不是搜索来的，或者是国内某个网红，这个我们讲粉丝平移跑到这个上面来，它直接就是通过某个链接它就来了，啊，所以它就不是推荐咯，啊，所以正常的一个有机长起来的是看到很多小频道一步步做起来的是这个叫做推荐视频比例很低啊，流量都来自于搜索你看到的，但是你进去看，实际上搜索也很少，就是几十个，但是它这比例好大，就这样一个概念啊。好的，我发现刚发布的视频推荐的反而很低，我觉得越来越进步啊，为啥会这样啊？就是你好努力，你这个礼拜都特别用功，周末的考试怎么就成绩差一点呢？很正常啊，哪个人讲你努力就要更好？你觉得我这期节目好厉害，他应该是比上次那是厉害多的，看人多得多，不是这个逻辑。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我不知道是老天爷的用意还是这样。一般来说，你是很勤奋，然后呢，最后你冒出来那一下子，一般都是你意想不到的。就是你特别用功做的那个视频，往往不咋地，特别放松随意的吊儿郎当做的一个节目，哇，火起来！这个看多例子太多了。啊，有的人1-2个星期从计划这个做实验建模，然后做一期节目，哇，还不如跑到后院里头去弄那个弄那个液氮，或者是这个干冰，弄一个气灌到气球里头一爆炸，哇，那个你费劲做的东西100万人观看，那个6000万人观看，啊，气死了，那个只要6分钟，脑袋想到突然就做的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两个东西没有因果关系。绝对不要这样子去想，你这样子想就是折磨自己了。你的努力也没有白费，你费了好大功夫做的期节目没人看，你成长了。你在那个蹲马步，你这样有没有用啊？有用啊！关键时刻可能那个马步就救你的命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不要有这种情绪，你要有这种情绪，你就会觉得观众对不起你。我这么辛苦做了一些东西，你压上来还踩我一脚，恨死你了啊！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世界的本质。随机混沌，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把它看成一个意外的惊喜就好了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对火柴嘛，对柴火，最后哪一根火柴把它划着了，你不知道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我的频道想从1周2更调整为1周1更，会不会影响推荐？很难说这种东西。就是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你的曝光机会更少，因为作为一个推荐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视频的新鲜度啊。这个推荐里头这个原因那个原因啊，这个关键字、标题、封面图、发布的时间，然后内容长短、清晰度、质量、声音如何，这个原创度，哇，太多，起码几百个因素，我想吧，这个算法里头，那么新鲜度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么也就是说，你1天2更会1周2更会有2次这样的入选的机会，后宫翻牌啊，你有2次机会哦。你一周1次，你就1次机会，同样的比例里头，那么你被选中的机会就少了嘛，就这个意思啊，好简单啊。好，为什么发布爆过类似的视频，短时间很多流量？比如我以前解说刘德华的故事，特别我现在换成蔡徐坤故事，流量就特别低。为啥会是这样？我总不能一直做。这个是这样子啊，2个原因。我不知道刘德华跟蔡徐坤谁火，这是第一个影响因素。第二个讲的话，就是刘德华的竞争力低，就是从关键字搜索量来，刘德华就是比如说1000万级，但是呢，这个蔡徐坤现在是5000万级。那么它竞争力也多，就是说我做这个东西好多，我做美食怎么就没人看？因为美食做的人太多了，只要是个人举起手机来就做美食啊。那么多美食推荐谁啊？怎么推荐呢？对吧？所以我上次讲那个观看完成度就这个概念，我的观看完成度45%，很好了。但是你知道吗？做你这个相同领域里头，人家都75%+，
你60%几算什么，对吧？那另外一个领域里头做的好烂的，没人做，好超长的长尾关键字，你30%照样推你，因为竞争对手太少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一个这个可能性来分析，并不是讲我知道这个算法的秘密，没有谁知道。我告诉你，就是 YouTube 的算法组的人，他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什么意思？上千个工程师在那边做，一个人写一块，他不会允许一个人知道所有的东西。你知道一个人知道所有的东西会出现什么问题啊？这个家伙会跳槽，会自己去开公司。所以这个大公司里头这个代码库啊，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保护起来的啊，没有谁会知道所有的东西。好，数据可视化有潜力吗？有做得很好的，这个你单纯去模仿是没有太多的前途啊，除非你这个数据就是你有天生的解读数据的能力，就是说你洞察这个观众的心理，他想看什么，你做出来的数据不是讲采用这个可视化让他在这个进度条那样在跑，或者是弄成各种图形漂亮啊，不是，而是你这个问题，这个数据为什么？这个数据，比如说你让他跑以后，就是你知道全世界哪个国家的这个当兵的这个军队和老百姓的比例最多吗？哇，然后这个结果呢，大家没想象到的。然后这个数据要可靠的，如果你数据完全是谣言系列，那就不好玩了，对吧？你这个是要么联合国来的数据，要么这个哪个国家的这个智库来的数据啊，这样子，然后你从那个数据挖掘里头挖到有趣的东西。这个问题大家一看标题就哇，好有意思哦，就是中国是个第3世界国家，我们来跑跑它有些东西，它简直超过好多第1世界的这种东西，哎，这就好玩了。所以你有没有这种数据挖掘的能力？你有没有这种采集的能力？这才是重要的，而不是讲随便去瞎做。今天讲是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产出汽车最多的，这个无关痛痒的一些东西，你这个节目到时候就没人看，就这个道理啊。就像美食一样，哇，对着一个锅台，对着一个砧板，一口锅，就能几百万人在那看，怎么回事啊？我看他也不咋地，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啊。你的东西，你想象一下，你老要摆在观众的角度来讲，有没有人看？有没有找到他的痛点？我有没有看过他的封面，让他非点不可？点进来以后，5秒钟他想跑，7秒钟他想跑，15秒他想跑，我有没有办法收拾他？注意他，等他正想跑的时候，噔，我来了一个东西啊！等他正要起心动念的时候，我又来一个钩子勾他一下子啊！我反正让他别跑啊！这要在这上面下功夫，你才能做。所以你讲数据可视化有没有潜力吗？潜力大大的有，就是因为数据可视化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对吧？这个视觉能表现出来的，这一图胜千言嘛，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嘛。那么数据这个可视化的话，更是一图胜万言，因为这是大数据出来能够展示出来，就像这个当年这个共享自行车，能看到每一辆车子点亮这个城市的这个夜晚的道路，哇，好美哦，不是吗？这个数据可视化。是不是啊？就像老胡在这个地方，如果是能在直播的时候播一个这个地图，然后现在这直播间里头，每个人都是一个大头钉在那闪亮，哇！大家不愿意看。我今天还有个德国的，哎，3国的，哎，竟然还有个人在土耳其，这是谁？出来举手，这就好玩嘛，对吧？数据可视化是很好的一个东西。像 PPT 还能不能玩了 ？PPT 好东西啊，怎么不能玩呢？那个Video Script 做动画还能不能做啊？他做的太烂了，他有何罪啊？对吧？有个男人是流氓，难道说明其他人都是流氓吗？对吧？不能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这个问题永远都有潜力。油条店还能不能开啊？当然能开，怎么不开油条店呢？就这样回答哦。好，CE10，我是一个还没有开始的新手。请教一个问题，我想同时做2个视频类别，我是每个类别做一个频道，还是做不同的频道品牌呢？好，很简单，如果你2个都定下来了，肯定做有兴趣，而不是尝试性的。如果尝试性的，你就在一个频道里头做，就因为你可能做着会出来第3个、第4个、第5个，你随时拐弯都没有关系啊。你的这个频道名字就叫做待定，就可以这样子开始玩就行了。啊，因为最开始做一个频道，技术有太多的概念要学习啊，什么是版权、上传清晰度，然后 N 多的东西，你就边练习边玩这些东西就行了。
因为好多人我看到的上来开3个频道，最后这个要关，那个要转向，什么去折腾，没有必要。但是你如果非常清楚，你都精心计划准备好了，你有几十年的这方面的经验，是个专家，这课程都准备好了，这个还没开始动手，已经拍好了1000期节目的计划，那你就单开，就这样啊。所以每个情况都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老奸巨猾，我回答任何问题都东也可以，西也可以，南也可以，北也可以，对吧？是这么回事吗？就是这样的，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民政局来的人家，我要离婚，不能每个人就直接讲离，我总要先什么情况。你这个情况该离，你这个情况不该离啊，总要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对吧？就这个意思。好，我的频道是做儿童手工类的，开始做了大概1个月，基本上都是日更或日多更，但观看次数非常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儿童类的政策和收益怎么样？还能不能有较好的发展？如果你没有在频道外赚钱的方式，仅靠流量啊，我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再做儿童类的了。因为儿童类的这个广告收入实在是太低，几乎是没有意义。从零开始做啊，你如果已经有了个大的频道，你想把它转型维持呢，可以从头开始做。如果你将来没有线下或者是其他方法变现的话，我不建议作为就是尝试去做，除非是你明确了这个商业变现的模式，有其他的方式做，你才去做，要不然不要动手做这个东西。就像还有一些现在还有的这个群友在做这个简笔画这些东西，早就是落后2-3年了，现在在做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戏了啊。玩具开箱也是这个，如果你后面没有后续的这种网店赞助商的支持的话，也不要去做这些东西了。如果国家和地区设置为美国，是否会影响到油管的推荐只是一个本地化的东西，影响都非常小啊。国家和地区设置倒不如你的视频设置成一个本地化啊。比如说，这是美国这个佛罗里达迪士尼，那你这个地标设置在迪士尼，但是你人是在芬兰，你到佛罗里达来旅游，在那边玩了一下子，然后你的地标这一期就跟那有关系。至于你人不人在芬兰还是在美国，没有关系。所以理解这个意思，一个频道的这个地区的属性这种地区性的东西只是区域性的。比如说你香港的设置成香港，那你只是谈论香港的本地的东西，才有可能被推荐在香港的这个首页上面并不是讲我在香港会被推荐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今天讲印尼的新闻，是一个香港人讲的印尼的新闻，他照样能够登上印尼的这个首页上面去，如果你讲得好的话。所以是这些东西。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个基本的这种设计概念谷歌它这个团队设计的时候，它不会因为这些因素，因为这些是非技术，就是这些是非技术因素，它不会因为这个东西影响一个这个体验。它会考虑到，比如说注册地和这个收款的地方，它会考虑到今天这个人在美国，然后他回中国休假两个月，然后又跑到泰国去做一个什么项目，所以这些地方根本就不重要。他可能是一个老外，常年在中国生活，然后他注册地是在美国。他这些东西在设计一个产品的时候，都要考虑到这一种东西，考虑到不同的这个用户画像，然后想，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把它权重降低，因为有这么多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假设这个在美国，然后就把它应该放上美国这个首页。所以设计里头有大量这个，我们看见像 Facebook 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应用，上面你只看到几个按钮，就这个道理，背后是一个巨大的这个商业逻辑，这个逻辑设计在里头所以这个要讲就非常非常深了，讲到整个的设计的这个理念哲学在这个地方。所以一个中心的这思想就是不要去在意，只要你是好东西，只要你是说英文的，你就是讲到注册成俄罗斯，它照样全世界有机会看到你这个一个英文的好的这个节目，就这样的道理。不要去特别在意，我这个视频类别它不是这个 how to， 它是宠物类的还是这个生活类的还是这个人物类的，你怎么下标都没有关系你那个视频的这个关键字标签，你乱标，就是那个视频标签的部分，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大量的人在滥用它。就是你真的人去认真去标它，和那大量就乱用的人，他要分析到各种各样的情况。他知道很多人滥用，因为滥用的人比老老实实用的人更多得多，所以他就讲我不太在意这个东西，我不相信你
你讲你这个是刘德华的视频，我得用其他的方式来证明你这个视频真的是关于刘德华的。他有办法，他把他往刘德华那个喜欢刘德华组里头推一下，推那个让50个人看，最后50个人看了以后，每个人都没有看完30%，他就知道你就是关于刘德华，你这是一个烂片，我不推了，就这样。所以你不能讲是一大堆刘德华这个忘情水，哇，一大堆这个在那关键字没有用的，你欺骗不了他。现在机器足够聪明啊，所以他如果将来算力足够强大的话，他能扫描你每一个帧里头真的有没有刘德华在里头，或者刘德华只是在那出场讲了3秒钟的话，然后呢其他这个15分钟都没有刘德华在场，然后你这个标题里头刘德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你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标题党，他就知道啊。只不过他现在没有这种算力能做到这个程度，他技术能够实现，但是他没办法做到这个程度，就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些东西就讲了不重要，不要去抠这些细节。YouTube 里大量的这些所谓的技术细节，有的人会把好像作为秘籍卖给你，哇，你知道连这个都知道，这太高级了，你这个所以你这个班应该好贵才对，没用啊。你看那些这个流行起来的这个火的那视频呢，你看它什么东西都不合格，标题封面这个关键词全都不合格，但是人家就有一样出去以后，人家看完还有人反复看，还有人转发，还有人收藏，还有人点赞，还有人讨论，这个才是真实的东西，并且知道这个推荐出去的那个账号不是假的哦，是 YouTube 他知道每个人观看历史，他知道这些人是靠谱的，而不是讲轰你这个视频一发布出去，然后全都是一些才这个1个礼拜之内注册的账号来看你这个视频。第一怀疑你自己的这个马甲嘛，你的小号嘛，自己你的7打1 8打9全都来了，支持你创业嘛，10几个账号互相看嘛，自己玩嘛，他知道啊。所以不要去在乎不要去在这个方面去钻研，没用的啊。你就下功夫把你这个东西玩好，这个你做什么内容，他能想办法让他从头听到尾就好了啊。就像这个新东方的老师一样，讲英文的时候你会恨死啊。那么就讲段子了，讲笑话了，那你从头听到尾啊，就这样啊。我在直播，我现在不是也这个也这样子让轻松愉快活泼一点。我从头到尾全是所谓的干货，压缩饼干能把你噎死，有什么用啊？啊，好。我现在主要是做辅食为主的美食制作节目，小吃了啊，但是现在我又想开一个新的思路，分享一些和教育育儿有关的读书笔记分享的促进节目，这样会影响 YouTube 对我的频道定位，这2个基本上不搭嘎，你就不要放在一起啊。这个你已经在这个方向，你已经做这个辅食为主的这个节目，你这样的提问的口气，我琢磨你起码已经做了一阵子，做了几十期了，那你后面这个东西跟他没有关系，你就应该单独去开就是了。好，我本来是打算做一个穷游主播的，刚刚起步，粉丝特别少，但是目前实际上全世界都有疫情，不得已停下来，但我又不想停更，只能每隔几天更新自己的生活状态。当疫情结束的时候，我还是要在我这个频道上做穷游节目，还是再开一个新的。你这个问题的逻辑我不太清楚。当这个禁闭取消的时候，你可以上路的时候，你干嘛不能上路啊？你为什么要转向啊？如果你想做这个东西，谁也拦不住你啊，对不对？这个当这个中国大陆那个的居民在海外签证那么困难的时候，都有人弄帆船去环球旅游，有人自行车去全球，哪一个签证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可以所以你如果想做这个东西，你就做啊。疫情拦得住你吗？拦不住你啊！我拍内容既有自己的生活片段，又有自己的穷游节目，怕节目内容不均匀，不是啊。穷游的人要的是你的生活经历，你在这个地方看见了谁啊？你在这个地方路上爆胎了，你在这个地方被警察罚款了，你在那个地方碰到什么危险，是这个故事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有生活感悟，你在那个地方遭遇了一段爱情啊，或者是一段外遇，我不知道啊。大家要看的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是你哇，这个豪华车，我就用这个玛莎拉蒂去送披萨，那只是一次性的新闻啊，你不能讲我用玛莎拉蒂的送披萨就开一个频道，这个有点难度啊，除非是你每天送披萨在旁边换的不同的小姐，那可能能玩得起来啊。所以你
不要去担心，大家关注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关注你这个车。所以你在这个今天一天时间在这学习，你知道吗？这个有一个女的就做这种弄个中巴车穷游，她第一期就是跟你讲如何在车子上洗澡，哇，这个好厉害，妙龄女郎，你看看多厉害啊！如何解决这个在这个车子洗澡，然后再来一期如何解决上厕所问题，哇！这只是深谙标题党的这个套路啊！这个一上来就是做了粉丝 N 多无穷。实际上如何洗澡就是弄一个那个塑料桶吊在车顶旁边，然后就是穿着游泳衣这样冲，就这样啊，挺好玩的。就是你要脑洞要开啊！大家你做这个东西穷游，你就凸显你这个穷啊！你为什么穷游？你这个设备比较简单，然后呢，一路你可能是一路这个卖大力丸走过去，赞助你这个东西，然后再呢吆喝谁来赞助我走到另外一个城市，哎，说不定到最后就是那个粉丝一路的打赏，让你走到下一个城市，吆喝要点汽油钱，也有可能啊，看你怎么玩呢啊 ，N 多种玩法啊，只要你这个人好玩啊，你有故事，大家都会这个。都会有那个东西，比如说你爆胎了，在那边比惨，就像这个，我不讲嘛，开玩笑，人家上厕所了没有手指了，发一个这个帖子，还有人给你送手指来呢，就是这样的好玩的东西嘛，啊，好，地区对签权重不大，不能说改了地区推荐，对，啊，现在做无版权音乐的视频，请问市场还有吗？什么叫做无版权的音乐视频？如果你用的是，比如说用别人的这种东西，那么就是很大程度会变成一个叫重复内容，那么你过审都过不了啊！你弄，我打个比方，有人讲，哎 ，YouTube 那个免费的音乐，那么 Facebook 里头有免费音乐，我弄2张图片，弄个美女在沙滩上跑，就是 KTV 那种套路，不行的啊，玩不起来。重复内容啊，就像老早以前做那个无版权的电子书，就是有声书，就赚钱赚得呼呼的啊。后来就是讲，这个 YouTube 里头只需要一个版本，不需要那么多啊。所以其他的人这个获利全都关掉。再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到别人上传了很多国产电视剧背景音乐，也没有做版权声明啊，背景音乐啊。节目也有广告，我在有管自己的音乐政策，也收不到这些背景音乐，我是否可以把这些音乐用在我自己节目中呢？不要用啊，因为它随时都可以给你版权主张，只不过你上传的时候，它没有在这个版权库里头没有这个没有自动匹配上，因为这种你可以想象到，大家的这种版权意识这么强。那么很可能就是随时就一部电视剧就进去了，因为我跟你讲，有好多这种电视的版权人，都在联系我，问我怎么样进入这个 Content ID 这个系统里头。他们都想那个东西在那边不赚钱的，落灰啊。他现在这样子一进来，他就能躺着收钱，谁不会动这个脑筋啊？所以不要去做这些东西，将来被主张没意思。专门在破坏东西的视频会不会被 YouTube 推荐？好，这个问题问得好。看你问你破坏一个东西，你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宣泄别人的这种像心理治疗疗愈系列，还是在残害森林啊？我以前给他讲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用喷枪去烧各种的东西。这个频道很火，突然有一期，你知道他烧什么？烧了一束鲜艳的玫瑰。哇，大家受不了！在西方，这个玫瑰象征着爱情，你烧什么？就像用那个切碎机，你去切那个新的芭比娃娃，受不了了，会被举报啊！这个算不算暴力？很难说。但你毁坏的是大家心中的情感和美好的东西，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要是做破坏东西，这种泄愤的啊，这个沙袋打，然后把酒瓶子弄啊，这可以。你不要买个10台这个高清电视机，我看看这个箭能不能射穿它。你可以这样子玩呢，最后一算，这个广告费还能比那个钱多啊。但是不要这样子玩啊，做事一定要有底线啊。这个毁坏没有效率的去毁坏这些东西的话，是没有多少这个价值的。这宣传的是跟社会的这个主旋律不符合，不要去做这种事情。所以
你要把握这个度，你这个破坏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以前有人做呢，讲这个高空摔东西，100米的地方摔东西啊，这个就是很好做的一个东西。你有这个场地的话，那么你这个东西不要去摔新的苹果手机，因为你要把这个点做成看见一个东西完全散架。这个东西，你摔一个西瓜和一个冬瓜，你看看哪个怎么破？一个圆西瓜和一个小西瓜，一个大西瓜和一个小西瓜，然后一黄一白，一黄一红摔下去也可以。啊，这个可以。然后一筐鸡蛋，你知道现在鸡蛋的保护非常好哦。我看过从那个5层楼下摔下来一筐鸡蛋，这个快递盒子里头一个鸡蛋都不破的哦。那你就可以做这个实验呢。啊，我从100米摔下来，究竟这个鸡蛋能不能好？啊，鹌鹑蛋跟鸡蛋跟这个鸵鸟蛋来比一比，这样子玩，这就有人看呢。啊，那然后呢，我这个摔下来的东西你知道吗？我没有破坏，我不要我全新的 iPhone 我摔给你看。有人这样做，我不是点评过那个频道吗？不要那样子去玩。那样子频道属于这个精神文明这个层面的话，他会要微调，他不会鼓吹这一种东西，所以他在流量上面会受到抑制啊。你要我做这个东西，我就到废品商场去收各种各样的东西，品相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呢，我成本很低，大家看到了哦，心安。就是好像没有花多少钱，然后呢，能大家看到像科学师一样，这个摔下来会是什么样子？我让你猜猜看，一个电视机从100米高摔下来，它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哦？我让你猜猜看，是粉碎状，还是成为3大块，还是什么样子？最后我告诉你，这个电视机就是20块钱，不能工作的，买给你的来看的。你不要去暴力摔一个这个3000块钱的这个新的这个最新款的这种东西，那能吸引眼球，但那种做法不好啊，是这样子的。好。会不会推荐？所以是这样子讲，你做得好，他会推荐，作为让很多人减少压力啊。前几天已经收到获利要求，现在在审核，但我的频道现在有个未解除的版权警示，应该是一张黄牌，视频已经被删了，会影响吗？没有太大问题啊。我看过有频道有2张黄牌的，这审查也通过的啊，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如果有问题的话，他已经当时在那个问题严重，他会直接把那个当时这个频道就给你关掉了，所以正常的这样一个版权警示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跟你其他频道的内容有很大的频道内的其他的视频的内容有很大的关系，这只是考虑因素之一啊。如果你其他东西都给他印象不好，然后这还有一张黄牌，那你的就是被拒绝的可能性就会加高。那么本身只有这一张黄牌不是问题，他不是讲一看到黄牌就拒绝你，不是这个道理。请问获利审核已送出很久了，可以一直催没用。如果都催了，就能有用的话，它是按照这个序列来排的啊，大概排队是这个样子的啊。我有的是猜测，有的是我有根据的啊。它排队的是按这个频道的这个现在的盈利能力啊，大号流量比较大的，它会有优先级排，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先过，他能先赚钱，因为这些人的损失很大，他一天都能赚几百美元或者1000美元这样的频道，他当然也先过嘛。他先赚钱 ，YouTube 分走45%，所以这个是他们可以优先排队的。他以前在这个审核里头讲过的，这部分人是可以插队，可以提前啊，这个正常。那你那个批准过后也就1块多钱一天，着什么急啊？然后在这里头再排队的话，那么就会分地区啊，它在不同的这个处理中心会有审查团队，然后按语言会分开啊，懂中文的审查中文，懂阿拉伯语的审查阿拉伯语的这个频道啊，音乐的这一类的啊，跟法律有关的去那一块，有的是语言，有的是有专业啊，这个影视这一块的话，可能这些人去看。然后这种审查一般是分梯队的啊，就是1级、2级、3级。最开始来就傻傻的啊，只要出人头的，全都是一致的通过，然后不行的，我判断不了，就是到2级的人去审查啊，那些人可能有更多的工具，可以看到其他的这个数据，看到数据，甚至还能看见你这个频道里的历史。你讲你那删了好几个视频，你以为你删了，你在你这边是删了，在 YouTube 的数据库里头并没有删，他能够知道，哇，你上传了以前3个3级片在那个地方啊，这些东西全是他的数据点啊，就他能够综合的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你是一个可靠的人，你这一次黄牌是一个无心之举，还是讲你一直都是游走在这个灰色地带这个边缘，你是大大的狡猾，所以他可能讲不要你来
啊，因为你太不靠谱，你什么时候就是可能会给他惹一个祸，因为这种不靠谱的这种人呢，你什么时候在这个做一个视频，在他的系统的这个机器人没检测到出去以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对吧？所以他是要考虑好多因素，审查人员不是那么机械的，如果是机械，它一定是机器审核，就是要这个人类看到这个视频做判断。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他这什么审核？他没有时间一个视频给你看。我告诉你，到你这边排序，看你这个频道里头观看量最大的是什么？好家伙，有5个原创，但是你观看量最大的占了3000多个小时的，居然是一个盗版的视频。你讲他让你通过，当然不会让你通过。就这样，他就讲等你这个后面的原创的做的再多，再过30天，再过60天的时候，他又批准了你，因为你原创的那个时候做起来了。就这样一个概念啊，好多因素，所以你吹它是没有用的啊。这个如果吹它有用的话，不要去相信那些人讲，你看我因为吹它，所以就一吹了1个礼拜以后就通过了，不要去相信这种东西。在公司里头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不会这样子玩。如果是这样子玩，这个审核组那就全乱套了。我作为审核组的政策的制定人或者是领导，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啊，除非有一个东西意外的，就是说。意外的情况，有人报告到这个 Twitter 上面去，有人反映，他会监控，因为 Twitter 是像病毒一样传播起来非常快就是像大公司的客服，如果有问题，第一时间在 Twitter 上面，所以所有的大公司对那个 Twitter 的账号都非常小心，因为很不容易就变成一个 PR 事件，所以有的人就是被错误对待的时候，就会冲 Twitter 来，比如说账号被人恶意攻击，被关掉。因为一攻击的时候流量异常 ，YouTube 第一件事情先把这个账号暂停那么是有人恶意攻击他，那么恶意攻击的东西很难讲得清楚。我是不是这个找一个人从泰国来攻击一下我这个频道，然后我可以制成一个新闻，上一个新闻事件咯？老胡的视频，我现在没有这个了不起了。当我是400万的大号的话，我这样攻击就是华文媒体就会有人转播，然后就变成一个新闻事件。然后我宁可这个频道下线1个礼拜，接受调查也没关系，我自己策划的找人从泰国攻击我所以讲这种事情不是没有上演过所以 YouTube 他不知道什么情况在他第一时间去控制这个东西，然后再调查。那么所以他会这些人特别注意这个，像航空公司这个客服特别注意这个 Twitter 上面的事件。那么通过这种渠道会得到一些值班的这个领导的注意，这样这个他反映这个情况是好奇怪他怎么回事？怎么会没人？然后这样问一下，看看这个频道怎么回事？那这可能会能产生效果。但是你没有，你正常情况就，我这个东西过审，这个审查都30多天了，怎么都到现在还没动静？人家看到这种信息，气都不打一处来，人家还要等你60天呢，你在叫什么东西他如果讲要关照你的，也就会讲这个家伙。把他往后排，别理他，就是那个审查人员还雷气所以他不会跟你讲你叫的多的，因为太多了，4000万的频道主，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的，他们有 KPI， 一个问题上来，还有24小时要回复这些东西，这些人的工资收入很低，全都是合同工，所以。体会一下你一天没赚多少钱，如果你一天赚好多钱的话，谷歌它会快的给你审核通过的所以那么钱少的时候，你就先练内功吧，别着急好，怎么回事？12点钟了还没开始，是有人看不到吗？有人知道第4次拼码发送要等多久？跟正常一样都是好像是30天还是多少天？然后他就，我不太清楚最近的他调整过的时间隔了多少天以后，他可以重新申请发一次新的拼第4次以后他就可以网上验证了但是我也看到有的这个有的群友里头第3次发出来以后，然后网上没有办法过去2个月了，也没有办法重新申请那个申请网上验证那个按钮也没有出现，所以它这个 AdSense 有好多问题，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咨询一下，我频道有的视频被老外留言骂我就把这些人的留言屏蔽了，对我频道有影响不仅没有影响，而且是这个这种人你不仅应该是留言屏蔽，应该是举报屏蔽
你举报他，这个像这种人，他肯定不会在你这个一个地方留言。如果同时有那么几个人举报他的话，这个账号就会被关掉啊，因为 YouTube 对这种东西基本上是零容忍啊，这个种族的这种东西，所以这个账号会被关掉啊。你下次他留这种东西，你第一时间举报，第二时间屏蔽。观看完成度几乎都是30%，什么水平？看长短。我这个直播2个小时的30%就算很高的，25%就算不错的，我不讲嘛。那么你要是一个1分钟的视频30%，那就完蛋了。正常如果是这个，比如说7、8分钟到10分钟这个样子的，这个30%是算偏低一点，但也算平均。就是说，如果你的视频都是在8分钟到10分钟这个东西，你应该主要的部分是在45%左右才对啊，要不然你的这个质量就会算比较差。新频道开始做短一点视频好还是长一点？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啊。这个长短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指标，不是一个这个全面的这个指标。就像发财是因为你做对了事情，你才能发到财啊，不是讲你冲着赚钱去，你就能赚到钱。你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你是赚不到钱的啊，就这样的道理。所以你把这个一个事情讲完了，你本身就是不应该就是上中下3集的，那么你在1集讲了，这个有人太长。那么如果本身你已经3集，那就太短，就这个概念。你换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你换个位置来讲，因为你做这个对内容，你应该对这个内容有基本的了解，你应该看过你的竞争对手大概什么情况，然后你就一个办法，我是观众，我客观看完这个视频，我能看得下去吗？你在那请大家这个3连击点赞转发这个什么东西。如果你是观众，你听到这句话，你是什么反应？你会讲凭什么？如果你讲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就自己别说这个话。如果有的人就自己豪爽自己在别人的这个视频底下表现得很操蛋，然后呢，在自己的频道里头就讲这些人全他妈是垃圾，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嘛，这是标准的伪君子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视频的长度、质量全都是这个样子。观众凭什么要看你这个视频？凭什么要坚持？你在这上来就是点赞订阅这个10几秒钟、20秒钟还没有说话，尽在就是全是我向别人索取，你想谁愿意看这种视频？但是好多人就看别人的缺点一清二楚，自己犯错误完全不觉得好可笑。就是人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动物。我经常举那个例子，那个物理学家，那个核物理学家在那个核电厂里的设计的一丝不苟，小数点后面的5位的错误他都能知道，一眼就看出来。回家完全失去理智，跟老婆大吵闹人就是这样精神分裂的特性，自己的对自己是修正主义，对别人马列主义。这个我讲的就是不是批评，我是从人性这个角度是基本的，你稍微不小心都会犯这个错误。刚刚看了一下36%，有些长就低，有些短就高，这个是正常的现象。观看数量重要，当然是观看比例重要，这两个是关联的数据。你观看完成度差的，这个观看数量不会高，因为它不会推荐给更多的人看所以这两个是耦合的数据。图片、视频素材有什么好的网站吗？这个很难说，我讲很难说，这个就是根据你的内容的特征你像我们这个后期工作室，我们就买了一个素材库，因为我们要给观众做大量的片头做一些动画，要大量的这种 A1 的模板这个东西。如果你只是要做那种夫妻俩吵架了，好聊一段夫妻俩吵架的。现在大家你知道吗？全都是在刷手机要来一个刷手机。当你在图书馆学习的时候，好来一个图书馆的这种东西呢，每个目的不一样，每一个这种视频网站，它这个素材网站呢，它的目标观众不一样。所以这个很难讲哪个好和坏。那么你全是科技类的这个网站可能科技类的这个素材比较多，那个呢生活类的比较多，那个呢设计类的比较多，所以每个都不一样我建议你的方法就是搜索这些素材，然后呢在那上面做广告的3、5个网站，每一个都进去看，因为你都不用注册
就是全都有这个预览，你就按你需要的关键字一搜一下，看看它出来的丰富程度，行了以后再决定这个使用和购买，是这样一个方法。如果整段视频用了没有版权的音乐做背景，油管算法这个Dingo， 你这个最开始可能问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刷新了以后不见了，就是我注意到是不是最开始就是在直播还没开始的时候问的这个问题，我这边还记录了一下，就是准备重新回答的。好，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这个做咨询的人标准回答又来了，就是 it depends， 就是说不一定。什么叫不一定？因为这些免费的音乐本身就给大家来做背景音乐使用的，并不是讲因为他用了你就不能用就像这个你在抖音、快手里头最近流行的大家都用，全都是用，但是呢，这个就是不会变成你视频质量的标志性因素之一。有1000个人，有1万个人用，其中有垃圾视频，有好的视频，对吧？所以你这样子想就对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不会因为讲你用了这个东西，你就是个垃圾，因为你用了免费。我就用它做背景音乐，我前面讲的这个视频的图像的内容呢，可能是1级棒，对吧？所以他用别的因素来考虑那么你从这个上面的理解，你就知道 YouTube 的算法不会讲你用的我是 YouTube 里头的免费音乐，大家都在用，所以你这是个垃圾视频，不会你设计的人如果这样子设计的话，你在这个设计团队开设计会的时候，马上就这同事就把你骂得狗血淋头，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嘛，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免费的就是给大家重用的，所以这个就不存在问题不存在问题。但是其他的，比如说电视片段，你放了一个，那别的东西只有合理使用了，没有什么这个其他就是重复内容了，你就是抄袭剽窃，那个就简单了。音乐它本身可以做背景音乐使用，这个它本身就是做这个用的所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好的，谢谢。我想请教一下，频道的第1条影片就这样放上去后，然后就等有人看到，没有其他要做的，就是我反复提呢，我做的一个，我上传的视频没人看，所以说你第一支视频你要做基本的元数据的优化，标签、标题、封面要足够好，你不能这样子，视频一放传，然后就这样，我来了然后这个 YouTube 一脸懵逼，给谁看？我来了，你跟谁在说话，对吧？他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我今天爽了，这个我今天这个老胡的长征开始了，你还算老几长征咋回事要到哪去我跟谁推给谁看没人搜没人搜我来了，我估计1个月可能3个人搜我来了，对吧？所以你得告诉 YouTube 你这个是什么？我准备干一件事情，我在将来的3个月准备减肥30磅。好，你这些东西得告诉标题里头、说明里头，减肥这个生酮饮食法然后这个暴饮暴食，这就是断食法，各种各样的关键字在里头。然后这人搜的这个是关于断食的，这个我不讲了，你的视频是新的，新鲜度的，我试着给这30个人推荐看看怎么样？哇，这减肥的人喜欢你这个东西，再推给300个人再推给3000个人，再推给3万个人，是这样的。所以你来了一期视频，我来了，他推给谁所以你就0观看，第2天1观看，就是发现你的同学可怜你，观看了你一下子你就会连发几个视频都没人观看。所以去看一下我那期节目，就是我的视频没人看看看你能做哪些基本的动作。辅食是音乐跟孩子有关这个东西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我一想到是甜点，想到这个 side dish 这些东西，辅食就是那个还没有长牙的小孩吃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前面讲的是跟这个婴幼儿的这种故事，这个可以，那就沾边了，那你就沾边。那么因为为什么我讲沾边，就是说你这个视频是给那些这个新的爸爸妈妈看的。那么他们当然会有各种的，你叫怎么换尿布怎么自己买哪这种辅食的这种频道这个材料哪个牌子好或者是里头的营养是怎么回事那这个都是很多知识东西嘛，跟周边的都可以然后怎么样？这个小孩不吃这个东西怎么办我喂不进去怎么办这个勺子应该多大？哇，这太多东西了你要把这观众定位明确了，那内容就自然就产生了。对吧？你像我现在开放跟大家这个交流提问的时候，好多问题我自己想不到的嘛，
我自己没有问题，我不老讲这个东西，版权问题对我来讲是最不要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现在观众把我教育成一个，就是伪版权专家，没有法律这个学位的这个伪版权专家，就是大家教我的，我不需要啊，我从来都是非常谨慎的一个人呢、我不会在版权上面那个东西啊，所以这就是一种方法。当你做频道的时候，你这个观众这个通道打开了以后，他就推着你往前走啊。当年的这个钟老师就这样把这个频道做起来啊。你知道钟老师做油管学院的时候，他要做的是把他小孩的成长记录起来，他要做个儿童频道，陪伴他两个小孩长大。他不愿意做，但是呢，被我这个给他戴了高帽子做我的群管以后，然后他就要出来帮大家回答问题啊。群友一问问题，他就回去翻资料，然后来回答问题啊。然后还没想到要做啊，最后讲你做这东西为什么把它做成视频呢？这样别的人就不用回答第二次了嘛。所以由此诞生了油管学院嘛。那么所以我也不要做油管研究院呢。我不讲这一摊全都是钟老师去做，我做我的老胡的长征，我做我的心灵鸡汤那一块东西，没想到这个东西。所以钟老师做的有一搭没一搭，做的有一没一搭，好多问题还是得不到解答。那最后我只有来啊，但是我也不能跟钟老师抢饭碗，对不对？他就还继续做他的研究院，这个学院，我就得做研究院，这两个不冲突，对不对？啊，是这样子的。这个所以讲，你要为大家这个观众定义清楚了以后，你这个内容就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提炼啊。所以我为什么要高于生活？就是问题来源于观众，但是呢，我要高于观众，我非要加带一点私货，讲一点第三层哲学层面的东西，爱听不听，这个你没办法，我就强买啊，买一送一。好的。收到一个黄牌，对频道有没有一个问题不大啊？很多宝妈宝爸做频道的，对呀，跟孩子成长，我不讲嘛，有人从这个找对象就开始了，找对象或者今天喜讯了，怀孕了，哇，这怀孕的那个试棒又拿出来亮，又是一期哇，然后就讲今天差点就是分手了之类，哇，这故事一集一集跟续集一样，最后出来又是哎呦怀疑是双胞胎哇啊，最后小孩又出来了，又去买宠物啊哇，这故事小孩还没有出生，这个频道已经火起来了，还有人玩那一招，这个哇，这个怀孕了，然后讲流产了，怪，最后观众好愤怒，觉得你不要骗我们好不好？这个不要假怀孕，不要假流产啊，搞标题党，这个，但他们又很委屈，这种东西因为不能讲晒医院证明给你看，对不对啊？反正互联网就全是这些东西，在那真真假假在那闹了啊。现在做什么事情最好？做你要做的视频就最好啊！你千万不要去走技术派。先做市场调研，最后发现什么东西来？我告诉你，你不要调研，做大腿的看的人最多，你去做吧，啊！所以不要调研，你去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你想做什么你去做什么，不要管别的，不要调研，啊！素材网站我刚才讲过了啊，这个对，就是你去搜它，你一定会看到 Story Blocks。我上次讲的这个，可能老高就是用的这个频道，我上次做了一期节目啊。我是新手，现在还是手机搞视频啊，手机裁剪软件啊，这个我呢基本上没用。我有一些这个像我用的这个 LumaFusion 在手机上也可以裁剪，但是呢，手机裁剪是很不方便啊，实在不方便。我建议大家最起码弄个平板，在平板这个视频大一点点，并不是这样不能做。有的人完全就在手机上面这个东西，我没有多少经验啊，但是呢，这种东西找起来非常容易啊，你就去找这个手机。视频软件哇出来一大堆，然后从什么地方着手找这种东西呢？第一，看广告啊，但是广告一般都是收费的，免费他不会去。你去看这些，就是2020手机这个编辑软件这个测评，好，这种东西一般大全啊，2020全面20个，看那么几篇这个博客文章，你就有数了啊。他提到这个提到那个啊，价钱是多少？从这地方入手，然后呢下载几个免费的试一下。然后，如果大家都讲推荐其中一款比较好啊，蛮便宜的，19块钱的话，那你就下载一下，就有试用你就试用一下。所以这种东西啊，就这样子解决，不一定要非要找到这个懂行的人，这非常容易，就是谷歌或者是百度就是你的好朋友，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很容易啊。
收费的这些，我觉得看频道规模，成本太高了，对吧？一般的300块钱一年，$300一年，你看你一年出多少期视频啊？如果是出的视频量很少的话，用的当然成本算高，手机用剪映就好了啊，很多人我是知道很多人用这个东西的啊。我前几天已经到了获利要求，现在在审核，但我的频道现在有一个这刚才回答了吧啊，不会影响，因为你看见的是就这个地球在线他讲的这个东西好玩，是因为你看的是个真人，我不这个录播的节目你不知道，我现在就站在这个地方我喝水你看到了啊，所以直播是极有魅力的。还有个电话进来，这个张嘴就骂我，你看我一脸懵逼样子，那也看得过瘾了，对吧？真实的情感反应就好了。所以什么东西架不住真实。所以我讲，我做直播这个秀就是这个意思，非常好玩的。我的理想将来就是主持一个直播间，然后全世界的人随时打电话进来，我也不知道需要你是谁啊。或者是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跳楼了，你又失恋了，或者行，我就听你的故事，然后帮你排解，就这样，我特别喜欢玩这个东西，希望大家帮助我早日实现这个愿望，一直按照，好的，谢谢小敏，现在只会正面面对电脑的屏幕，镜头从侧面录，不想多花钱的话，怎么可以调整视频的角度？是不是？录正面比较好还是无所谓那你看这个你现在讲的是面对这个电脑的屏幕从侧面，但是呢你没有提出一个就是讲有没有录屏这个需要，因为有的人是他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材料放在这个屏幕上面，他不需要给观众看见这个屏幕，那么他做节目是这样，这个显示器在这个镜头在这个地方这样子讲，能看到一点点这个镜头，这也是挺好的一个角度然后你偶然去看一下你的屏幕像我这样子的话我现在用的是一个这个就是罗技的920在我面前，然后我这是一个显示器现在在我面前，然后我是现在站的，我这是一个升降工作台，那么我这个就画中画这种方式画中画的感觉其实不是太好呢，然后看到鼠标点这个地方，然后我人又在这个地方，其实更好的就是我做节目的时候，我这个叫做是触摸屏在这个地方，我在点和人机合一我在点这个地方就点这个地方，我在画这个地方就画这个地方，这是最好的感觉更好的感觉我以前试过，大家看到我一块玻璃在我前面，我在这边写字，你能看见我，不是我背对着你写字，在你前面。现在我这个场地不够，我将来这个如果搞一个大工作室，我一定要搞一个这个比如说是5米乘2米的这种大玻璃在我面前。然后我在玻璃后面走来走去，然后写的时候该怎么写就怎么写那个很爽的也就是说这种交互形式非常重要。你这种侧面过来，如果是你只是聊天式讲解的，不要录屏，没有问题，并且还不错。因为什么东西呢？我讲过多次了人正对面镜头这种是很直面惨淡的人生的那种感觉，没有几个人可以美到能够正对前面，所以你看大家的45度角侧面什么东西的，这样子才能对所以我讲你去看李子柒的视频，有没有镜头正对他的脸的？不正对。你看明星的照片有几个是正对这个身份证这个照片的，这样子玩的，不能这样的玩，都要斜的来。所以这个角度过来拍挺不错的人的这个轮廓所以没问题不一定讲什么非要这样子拍，还是你东西有趣就行了你真的是实际上人都不用出这个镜头，如果从后脑勺过来看到你这东西也没有问题。那些做手工在这个地方，就是桌面上一些字、一些卡片，就这样这个镜头在上面没问题拍的挺好的所以这些东西不太重要但是故事逻辑的这种流动感非常重要，就是你是个 PPT， 但是讲的这个逻辑很完整，然后呢语速比较快，然后画面不会一张 PPT 在那个地方，像我现在讲这个画面已经几分钟不动了，这就不好玩。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往这边看，你只看到我这个人。如果这个画面不停的在动，比如说我现在我在这讲，然后这后面背景出现的什么呢？我白天开车的，在车子里头录到这个东西，你就会去看了，对吧？你说哟，现在西雅图这个白天怎么那么多人在穿短裤啊？天气好热啊！哇，那个女人好胖哦，是什么什么东西的？他那边怎么那么多黑人呢？你这个脑子就不停的有各种信息在处理，说不定你都不听我说话了。这就是画面丰富的重要性啊！这就为什么现在这个大的这种广播电视台啊，你知道都弄这在繁华路口弄个玻璃的这样的窗，然后后面的人在那往里头看，这样子才好玩呢然后主持人抱个猫在这前面我刚才讲的那个做那个大巴旅游的大巴这个环游的美少女弄个大黄金蟒蛇，哇，厉害，看的人就多了。这全是雕虫小技，从 CNN 上看到新闻，刷屏下来使用的属于侵权嘛？用马赛克遮掉里头 logo， 当然了，人家的东西你只能属于合理使用上次我们有一个群友讲，他用了好多东西讲这样的行不行？他背后坚持要出现一个 CNN 的那个电视在那后面。我想你为什么要那个东西？他讲我要让大家感觉在外国的这种感觉。我讲你再怎么弄，你这个是侵权别人的东西一个极端的例子，美国曾经有一个电视剧里头，在墙上挂了一幅画，最后他输掉这个官司那个画不应该挂的那个是一个剧照还是什么东西的，最后打官司他就输了，赔了钱就我没有指到这个，也没有合理使用，什么都没有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这个所以你在电视里头看见一些很谨慎的这些公司的话，连大街上的那个电标和这个衣服的这个 logo 都被你割掉，给你马赛克处理掉，拿的这个马克杯，拿的这个咖啡杯子，他都给你打掉拿个可口可乐，他都把你可口可乐挡掉，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看到的新闻，抓屏下来，我上次讲了，你要真要讲新闻的话，美国的这个 PBS 那个这个几个国家的电视台，就是政府出钱的那个材料是免费的，你可以使用的，不要去用这个商业电视台 CNN 的这个Fox 的这些电视台的这个信息。同样一个新闻，在这个国家电视台里头就有，你就用国家电视台那个画面就行了。搞一台雷射清理，加在视频台自带美颜环灯，完美好。我有个问题，音乐版权到底有多少的年的这个期限？我国视频里面放其他国家或自己国家的国歌，其他国家就是从40年到70年不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美国是有一个网站。可以，就是我一下子找不出来。美国有一个这个网站，可以查到哪一个东西会在哪一天版权过期，然后就变成这个公共领域的东西所以有人专门针对这个做这个东西，就是他版权过期的时候那一天就做这个内容出来也免费，因为它免费了当然这个都是要比较著名的这个音乐或者是一个东西，它才这样的玩法。那么国歌这个东西我是这样的看的，国歌。它不太会有这个版权主体出来主张这个版权。上次不是这个中国的某网站因为国旗出来他主张版权，结果被弄得很灰溜溜的嘛，对吧？因为这种东西他犯不着出来跟你做这个东西。就像我经常讲到的这个叫做什么商标权一样的。你实际上画任何一个人商标，画一个 Nike 这种东西，画一个米老鼠，这全是侵犯这个商标权的行为。但是呢，他不会来主张。但是你要去做个拖鞋或者抱枕，把这东西印在上面，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国歌这个东西不会讲中央乐团跑的来维护它的版权，对吧？因为国歌本身它这个创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讲属于冼星海的这个版权，搞不清楚但是大概率的情况下，他不会讲因为这东西给你告上官司。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商业的比如说你某个房地产公司。里头做一个广告宣传片用到国歌，这可能就要非常慎重如果你自媒体的这个东西，顶多就是这样主张，你把这个下载消音就是了，所以不会有什么被告上法庭，弄得你赔得倾家荡产
啊，就这样的差别。如果你做生意，你千万别乱用这个东西，一定要律师专门的律师处理过、确认过，才能这样的玩啊。请问在各大平台如何在各大平台宣传自己的频道？那么你在 Twitter 有 Twitter 账号就在那边发 ，Facebook 是 Facebook 上发，请你的朋友开博客的，在你写博文，在那个地方发，你可以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比较专业的这种东西，专业的这种讨论组里头去发啊，这个就是讲免费的这些方法。那么其实宣传，我个人认为是你就在 YouTube 这个环境里头宣传是最好的啊 ，YouTube 提供了这样一个付费推广这样一个东西。你就没有必要到别的地方绕一大圈再来玩这个东西了。你先把 YouTube 的大流量池里头这个流量先收割了再说啊！除非你有那么多朋友，有这个组那个组帮你弄，那你当然自然去利用它先。但是就是付费的情况下，你就在 YouTube 自己使用谷歌的这个广告去做。这个 Reddit 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这个 policy。他不想让你利用成为一个广告的地方，所以呢，这里头非常有技巧，就是当做分享一个优质视频给大家这种样子，而不是讲我刚刚做了一期视频讲武汉肺炎的，这是不能讲武汉肺炎，政治不正确。我专门做了一个视频讲了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东西啊，那不行。那么这个 Reddit 上面是。就像我看到了一个好的东西，跟我们这个叫做subject 这个 subreddit 这个相关的，我分享给大家，这个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你要用自己的小号去推荐这个东西，要做得非常有技术。就像哇，这个很好啊，这个讨论了这个视频正好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东西非常切，然后行，因为你一旦有任何这个让人家觉得有广告推广嫌疑的话，立刻就会被举报封你的账号。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呢，我本人没有去玩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这个小号，我根本就犯不着的去玩这种东西。当我成了大号，我根本就更不需要玩这些东西。所以我的逻辑，我对这些技术，你看我整天去讲技术东西，但是我其实对这种东西极其鄙视啊！我讲鄙视不是那个道德层面的鄙视，就是我就是无视这些东西，这些都不重要。这个跟把你这个真的本身你这个 IP 打造出来，这个已经太不重要了。你重要的是，你真的讲，我看到个家伙好有意思，老胡，怎么样？我跟你谈合作，我给你投你多少钱？我注资你这个 IP，我占你多少股份？这种人他会知道所有东西，他是专业人士，你让他去玩去，你不要去，你就是让你自己值钱，那个钱就会来找你就行了。你让你值钱的东西。本事啊，不是你知道所有的细节，那你就变成了一个民工，你知道吧？民工是什么命运呢？一辈子被人使用，啊！你一定要把那长板长得好长，像 PewDiePie 一样，10分钟的视频还能插2个广告，这才厉害。我上次讲队长一样的，就像你要有本事做出来的东西，那个别的人一看叫做叫做蒙太奇，然后讲蒙太奇什么叫蒙太奇？但是哇，人家讲。你居然连蒙太奇都不知道，但是你拍出这个效果过来，超现代的蒙太奇，这才厉害。我把这个东西叫做夜市地摊派。我不管你什么商业销售什么理论，老子就能把拖鞋卖出去。这才是老胡为什么叫把那个群叫实战群？你不要跟我谈什么理论，就实战。你告诉我吧，我这视频有哪个地方可以改进？1、2、3，就实战，就这个意思。你给我讲再多理论没用，我们来玩实的。技术同样是这道理啊。好，这 logo 没有用，平台是匹配你的画面里的元素的，如果不是CC0的，课上都会主张是。谢谢欧大哥80人观看直播，人越来越多我这边看不见人。节目里那么多。空镜高清视频从哪？我上次做过一期节目分析过的它应该是跟刚才的 Storyblocks 那个，他最起码他那期节目里头几个素材都从那边来的，他有可能同时买了好几个这个素材网站的这个会员也有可能，因为这种东西除了一些很极少数的一个专业团队自己找人做的这种动画的话一般来说都用这种素材，因为自己做的成本实在是太高。
刚才你说到的僵尸号，我了解是我的了解是订阅了，然后都不看，什么也不做，集中分析一下嘛就是这个僵尸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作了啊。这个僵尸并不是讲它是就是谷歌里头在服务条款里头讲到，如果给一个账号如果是半年没有任何动作，它是有权把这个账号关掉的，这就是一种僵尸号既没有 log in 也没有观看行为，甚至不浏览网页，这就是注册了一次，然后就这个大的平台都会定期的清理这些东西像 Facebook 一清理都是上亿几千万的账号，咵一下子清掉Twitter 也是这个样子。那么还有一些都是这个号是专门用来做网络攻击或者刷流量的。大量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些号就是只有订阅，只有那个留言，只有点赞，然后呢没有观看。这个它算法它就看了这些东西，纯粹后面不是人，是一个 bot， 是个机器人所以这些东西也会被干掉。它经常被清理，所以这导致有很多人的这个账号突然掉粉10几个，就这个意思。这个不是那10几个人同时不订阅你这个频道了，往往都是平台在清理这些违规的号码、关闭的号码比如说他每天要关闭的账号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每天像这个平台它要关掉的账号可能就几十万计所以他看了你的东西，随时订阅了你这个频道，当他账号被关掉的时候，你这边就是订阅就会减掉。好的，很正常，这种素材买一下子也就300块钱一年呢，没几个钱呢。我是新人，想知道 YPP 审核是达到标准之后再申请，还是边做边申请 ？YPP 的是自动，沿着那个链接去申请这个广告AdSense 的账号，然后绑定，很清楚的，到时候你会通知的，你收到电子邮件，你打开后台就上面会有一个通知提醒你的，错过不了的银行先开账户嘛？你现在没有银行账户嘛？如果你要是没有银行账户，你应该去开个账户吧。我看很多老外的频道，他们的英文都有自动产生的 CC，对啊，因为英文可以自动识别，现在中文还无法自动识别中文还没有因为可能是准确度不够吧英文的识别度是比较高的了能达到90%几。中文因为很多人方言的问题，吃诗的问题南方人北方人太多了这个湖南普通话，这个四川普通话太多了所以现在暂时还没有，将来应该会有先达到订阅标准，然后再开启看来我要加快一点速度，我把这个放大，看起来会简单一点有的这个怎么回事？有的人可能是重复问题导致那个我刚才点错了那个刚才是无害的消息，抱歉。刚才到哪里了好，在这个地方，中文没有给我们一期如何申请广告合作的教程。什么叫广告合作？你是讲做广告吗？还是就是做广告？你就是开一个广告账号，然后就把钱打进去，然后呢，做一支你挑选你的视频，或者是专门拍一个广告片，然后呢，等候审查可能是几天到1-2个礼拜都有可能批准以后，然后就做那个一个广告的这个 campaign， 然后设定在哪边播广告，1000多少钱是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这个东西视频下方的 logo， 视频下方的 logo 是怎么设置的？
我不知道你讲的视频下方是什么，视频右下角的吧，是吧？就那个我们通常讲很多人讲水印啊、这个 YouTube 是叫做 brand 啊、就是品牌，你就在你的后台里的设置频道里面有一个叫做这个品牌设置里面就有。我们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啊，你在我的频道里面收集一下这个叫收集一下这个频道水印还是频道这个 logo， 你关键字你搜索一下子。我之前上了几期视频后，感觉表现方式有点麻烦，就停了1个多月。现在想换个主题做成，这个账还可用，没问题。几期视频没关系。一个账号底下开2个频道，其中1个频道被警示关闭，会影响另外1个频道吗？有影响的话，他已经给你全关掉了。现在你一个被关掉，另外还活着就没问题。如果你一个频道的违规是超级严重，他不仅把你频道全关掉，会把你的广告账号也给你干掉。这个都看过的啊，因为你是从重从严，严打对象，你的犯的东西这个性质恶劣啊。会收拾你。如果是只是这个一个频道里头这个方向的违规的话，他就会讲你这个不株连9族了，就把你这个拘留就是了，就是关你其中1个频道。我想买个雪怪，看了发现很多没有雪怪自己的专卖店，我怕买到假货。亚马逊上面退货都极其方便的，有任何问题你就退货就是了。这个有的商家，比如说，有的商家比较奇怪，亚马逊现在跟这些商家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讲紧张是什么东西呢？它有一整套这个非常严苛的这种惩罚机制，所以好多人都觉得在这上面利润太少，然后呢管理太严格啊，有的条段很苛刻，所以有些店呢。慢慢，它不在有些品种不在这边卖啊，甚至一些知名品牌，它其中有一些的产品新品，它比如新品它不在亚马逊卖，它现在别的店或者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卖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才拿到这个上面来卖。所以你只要在亚马逊.com 上面买的这些都有保证，就是虽然这个发货方不是亚马逊，没有问题。你大胆的，有任何问题，在这个我不知道多长时间退货，我搞不清楚有多少时间，他会告诉你多长时间可以退，非常方便。像我这边它这个连包装都不用，这个盒子不见了没有关系，抱的到店里头往那一丢，一扫就行了。他们去管包装，管回货。甚至亚马逊在美国这样的公司做到客服做到这个程度是非常非常了不起，是难以想象。他现在在大城市，他还能做到。当天送货，这个还几个城市在2个小时之内送货，在美国这个地方能做到这种客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4000个小时一般要多久才能达到？有的人1个礼拜，有的人可能就是半个礼拜，有的人1年都到不了啊，每个人不一样。我喜欢录音出来，干音能够低沉一点啊，这个话筒里头有好多讲究啊。如果是专门这个做声优那些人的话，那些人就非常非常清楚。7分半的游戏完播率30%，是不是 YouTube 后续就不推荐了？30就有点低啊。如果是你这个是一个大众化的游戏的话，那30算比较低一点。如果这个是这个游戏玩的人就本身就很少，说不定30就相当不错了啊。一些冷门的游戏的话，你要在国外，你就在亚马逊.com 上面买就是了。我在国内我就不太清楚了。范哥你好，哎呀，好长时间不见，因为是刚刚做视频，如果每次的光线明暗不同，影响大吗？就是你一会好看，一会不好看，就这样的光线啊。光线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很多人讲加这个滤镜，加那个滤镜，我跟你讲，什么滤镜都不如光线。这个拍摄的时候，光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所谓那些美颜的滤镜啊，第一，你看起来立刻就变得更白啊！先调光啊！所以
如果你讲这个摄影器材上面里头很大一块，很多是在这个光上面，也很多人在这个光上面一盏灯就是1,000-2,000美元就这样花钱啊。其实不用，其实我会看见好多人用那个 LED 那种小的那个像卷尺一样 LED 自己做几十块钱也做好这个也效果差不多的，跟可以媲美这个上万块钱的灯。京东上没有自己专卖店，这个只能好的，这个不是问题啊。20天之前跟老婆开始游戏频道，主要录制我们平时玩游戏的实况，可是观看量和观看长度都不高。前期的观看长度会不会前期的观看长度会不会影响后期推荐呢？不会，因为他知道你这个水平会越做越高。如果你前面就是1年级学习不好，然后你给高中成绩再好，你也不让你上大学，不存在，这个不合逻辑的嘛。因为知道你前面是菜鸟嘛，后面越做越厉害嘛。我上次跟你讲那个 Mr. Beast 现在是2000万这个级别的这个频道，他前面5年整个就是菜鸟的菜鸟，完全没动静然后他就这个想，终于想通了，然后就1年之内就爆发起来了。好几个千万级的大号，后面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都是7年多年起来了所以当然这个是个被动成长和学习的，就是说自己这样琢磨有一搭，然后完全是这个自然的，就是磨到那个时候，就是很小的火，但你烧的时间足够长，水也开了。但是我们从成长这个角度讲，完全可以就是不用那么菜鸟吧你要么就是5年时间不要这样子浪费嘛，对吧？所以你就应该集中的投入精力这个避免走很多我做这个频道的这个意义，也就是这样的。我自己犯过的错误，我学到东西有效率的分享出来给大家，所以你就不用去有好多东西你不用去钻研了。我每天10几个小时看这些东西，那我抽出一点点东西来分享给你，就是我已经把那些糟粕东西都去掉了，就是这样子的东西，不要走那么多弯路嘛。我自己开始的时候没有像老胡这样的一个频道能让我盯这个频道基本上去看所有的东西嘛。现在所以我做的事情我不讲，我这个标题上面就是中文这个内容创作者之家嘛。一个之家是什么感觉？大家在这边交流嘛，相互彼此帮助嘛。你虽然没问题，你看到别人提的问题，你有心有戚戚焉嘛？这个东西也是我想问的嘛。是这样的感觉。音乐版权是否包括朋友聚会时一起唱的民歌民谣？是你自己的吗？你自己谱曲，你自己东西，那当然是这个当然是你的了。如果你唱的是崔健的东西，你当然是有版权的了，版权还是崔健的。我想让我的直播被更多的人看到，怎么做很简单，做频道，做内容。现在问这个问题的人，好多人都是在中缅边境准备卖这个翡翠的人，全是这样。我是不要做频道，我就要人家进我直播，然后我就卖翡翠给他，就是这样。YouTube 上不是这一套逻辑所以现在这些人都走在这个灰色地带里头，好多做这个卖这个玉石、卖这个翡翠的人都是讲你帮我做广告拉这个东西，我讲这个事情我不做，因为这个首先是在一个灰色地带里头。直播里头这种带货是国内的做法，这个地方 YouTube 上一定会禁止，不是这样子做的所以我这些人就讲不差钱，你帮我推广告，我讲我不做这个事情这个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钱我不赚，对吧？虽然来得很容易，我讲你要做，那你就把一个频道做起来。频道做起来以后，你开直播自然就有人，你像老胡这样有2万个这个粉，就会有比如说几十个人看你的直播，然后直播过程当中有人看见路过了进来，又会多一些人，是这个逻辑，不是讲我不想做频道，我直接开直播不是这个逻辑。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 YouTube 为什么是个逻辑？它不允许你推广直播，我不能讲我做广告就来推广直播。不存在这个东西，不像在国内的一些平台里，我就是花钱直接就是我这个直播就可以推到多少人面前，不是 YouTube 它不是这个样子，你直播了以后，也就是会通知那些打开了小铃铛的这些人，然后你这个粉丝会收到这个在他的主页和他的这个订阅的这个页面能看到，然后路过的人到你的频道页面能看见，然后直播的
这个时候，别的人在看跟你相关的内容，旁边会显现，哎，老胡正在直播，你是不是进去瞄一眼？是这样一个逻辑，不会讲我现在就花1万块钱来推广我这个直播间，没有这个不成立啊。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来，就讲你就是把频道做起来啊。了解你的人看你直播才对，不了解你的人进来以后，你这个直播有什么用啊？就是你等于是今天在这边卖点假药，然后就换个地方就做别的事情了嘛，对吧？不是这样的逻辑。回答过了这个问题，回答过了。想知道第一个视频的观看量多少是正常？0是正常，1是正常，100也是正常。1000，当然有人第一个视频就20万也正常啊。有些频道订阅只有2-3千，但直播随时有200-300同时观看，我怎么样让自己的直播也有人看啊？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啊。有的频道它订阅2-3千的话，它可能这个直播的时候，它是这2-3千里头就有这个200-300，因为它比如说有些频道它是本地的啊，那么它的居民，它的主要观众就是它本地区域。那么它的时区一样，它就是中午吃饭时间。那么他在这个他的这个 Facebook 群里的吆喝一声，这些人全来了啊。或者是他这一期正好提前讲了有抽奖哦啊，那些人呢也来了。反正有好多从技术层面去操作的方法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有的100万大号直播的时候，里头也就是几百个人啊，这个一点都并不是，这个直播和这个录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直播的时候，所以直播的时候要弄得好玩，要照顾所有的人，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事情。你像我这样的回答问题，一定有很多人讲，老胡你他妈太啰嗦了，受不了，走了，对吧？我就看你那个8分钟的录像，有的人讲哇，这个过瘾。这个可以，偶然还爆点粗口，哎，这个过瘾，我要看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啊，或者他今天心情好，他没事才看，啊。现在的疫情会不会影响我们申请达标周期？完全有影响啊！所以他特别在你的后台里出了一个大大的通知，讲现在我们的临时工人都在家办公，所以大家耐心等待，就这个意思。关注我一个美食频道，从1000到7000大约1个月，不鲜见啊。最近100来也就几分钟一个视频，关键他视频里开放留言，但很少留言，几乎没有和观众互动。请问这个有可能是推广了啊？花钱推广，然后这个粉丝没有多少的忠诚度啊？有的人就是连推广都不是，就是刷的假流量也有啊，好多种方法。这个市面上就上市公司有人敢刷22亿的这个有人这个敢做22亿的假账，这个弄得自己最后不要把牢底坐穿，他居然有这个胆子。这市场天下好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不要觉得奇怪。我从2年前就看你的视频，我想问一下，油管上无版权音乐，我们用了以后会不会有一天他们不免犯了变成侵权？有这可能啊？不对，我更正一下啊，无版权的没有这个问题啊，无版权就是公共领域里头就是没版权，它不能在无版权变成有版权。有什么情况呢？它现在是就是知识共享的，它可以随时改变它这个权限。它是知识共享是给你的是许可，不是给你版权哦，它是有版权啊。它现在是 CC0，然后过几年讲，老子不给你免费使用了，我收回，从现在开始要付费。但是呢，不会有人就是冒天下之不韪，这样我追溯往以前，你用我的我也收你的钱。从法律上它是应该是可以这样子做的，但是没有人会干这种事情，这个会被人家骂死。他不要在这个江湖上混了啊！顶多就讲这个东西太好了，对吧？你这个是你的版权，对不对？哇，这个曲子太棒了，我出钱买下来，换主了，我现在开始收钱，这个情况是成立。从此以后要用我的得付钱，这个可能啊。就像这个美国有一个臭名昭著的这个家伙，他把一个制药厂买下来了，然后把那个药的价格涨价1000多倍，这个一个癌症药，哇，这个弄得美国国会也拿都没办法，这个法律上它是合法的，他愿意怎么讲，他涨10000倍也是但是呢，最后通过税务一个罪名把他弄得去坐牢去了，反正总有办法整你，国家要通过国家机器弄你，他有办法了啊。不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啊！人在做，天在看。拍视频的时候，我们必须看着屏幕，没有看着手机上都能有问题吗？感觉非常不好。
大家好，我今天跟你讲这样一个东西，你看你感觉会怎么样？我没看着这个镜头所以我要跟你说话，看着你是最起码的礼貌所以手机这个东西，大家就是要看到这个地方说话。要看到这个地方说话，很多人就是因为在这个脸在这个地方看到自己脸在这个地方，所以就好奇怪，为什么呢？自拍的时候，这个手机离自己好近，就是手这么远嘛，对吧？那么实际上的话，就应该把这个手机弄得远远的，然后你拍起来，你还是看着人，但是已经不像手机这么近的时候，你在盯的中间，然后这个眼睛就不对了这是一个方法好。比如我要用川普需要在哪里找？我刚才讲了，美国的公共电视台PBS 还有其他几个电视台，我上次在节目里讲过的公共电视台里头去用他们的素材。你要找CC0版权的视频，本来就是说也可以筛选CC0，CC0这个筛选是不可靠的怎么把我的提问给跨过去了？我想请教手机后期制作软件哪款好？刚才回答过了你回去倒带回去看。美国国歌没有问题，油管自己音乐库就有那就是对，这是一个好主意。先到这个库里头去搜索一下哪个国家的国歌，说不定就有一个这个免费的版本在那。获利出看到观看时长 Studio 看到中长时为啥不一样？好正常对吧？每一个更新是这个不同的后台是不同的数据库这个电脑的后台和这个手机的后台是后面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数据库报告的，所以它这个更新不一样。你在后台看见的和这个前台看见的也不一样因为你后台看见的要比较后台看见的那个手机后台看见的是最准确的数字电脑的次之，然后呢最差的是观众看见的，就是这个粉丝看见的，因为那个根本不需要实时。所以今天还有人问我这样，哎呀，那个人订阅了我这个东西，我这个粉丝怎么没有加一没有加一的原因好多第一，它不是实时更新；第二，如果是你超过了这个1000这个级别的话，它本身就不是一位更新的，它是10位更新的所以你就要涨了10个粉，它才会变一个数字像我现在要涨100个粉，它才变一个数字所以是这个情况。不要去太在意这个，这个就是更新的时间点不一样这个更新是早上6点，那个更新的可能是这个下午3点，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吧好，能不能讲一下中国油管学院的 AdSense 被停用，是不是可以加入 MCN 获利呢？它那个情况的话，它是因为 AdSense 违规被停用的。不是 YouTube 的原因，所以我不知道它的具体情况。它理论上它是可以尝试新开一个 AdSense， 然后解绑，然后重新绑定，可以试一下这个渠道，因为它的频道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不存在什么加入 MCN 这个东西。MCN 不要认为 MCN 有什么后门好走所以他现在就直接开了一个新的频道手机上做后期就是搜索，我刚才就讲的，你再去搜索，搜索读几篇博客，然后里头推荐的东西都不会错的，因为那些博客，我顺带讲一下那些博客是怎么写出来的2019年写一篇，2020年写一篇，1998年这些人都一直在写，就是每年都更新，然后就这样子的写博客就是这样子，通过 SEO 这样子优化的剪辑、消音、加背景音乐、加滤镜，iMovie 就够了好，还有个关于版权的问题，看一下我在淘宝上看见一些有关于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的动态图标，我可以买来用在自己频道上。我这买的是等于盗版所以就不知道我在频道片头。它不一定是盗版因为这种东西的用这个 AE 去做的一些模板，有的我记得我们群里头就有人做了一个，就是免费给大家分享我对这种向来不感兴趣，我也不会去保存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去找一些这种有人会做这种免费的东西，你下载一个就好了。那么这种东西你在淘宝上面去确认一下子也就是这种东西它不见得是盗版的。它有可能是盗版，但不见得是盗版的
你要是要找的话，就自己去找一些这个免费的，网上一定是有人免费做这种东西，做好的，因为这个不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有人有这种免费精神做了以后，让给大家下载使用的，还有 YouTube 图标，我也想用，在我的 logo 元素中算不算侵权 ？YouTube 图标在我的频道 logo 中不能用啊，不要用这种东西，因为这个是明显的这个商标侵权啊，所以你看我的这个叫做油管研究院，我不叫做 YouTube 研究院，因为 YouTube 是注册的，这个谷歌拥有 YouTube 的这个商标权，就这个道理。我需要研究一下你说的 CC0 啊 ，CC0 就是 Creative Commons 知识共享里头的第0这个级别，0就是署名啊，北方方言在美国久了，有啊，用北京话聊天，很多人喜欢呢。订阅打开小亮动画，你打 A 画个红大字，对，你看看人家知道的人就知道这个很容易，是吧？我只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人分享的，很期待能与不同的 YouTube 合作。如果这样讲，当然好了啊，好的，谢谢。现在订阅1000多，观看量也20多万，但为什么新发布的视频还是很少有人看这个原因很复杂，也就是说你可能就视频的原数据不咋地，或者是你的频道的观看垂直度不是很好啊，因为你的订户里头每当看你的新的一期视频出来以后讲，哎，我不喜欢这个东西，老胡那个频道，你讲这个什么原创这个版权我不感兴趣，我只感兴趣老胡讲这个办公室小野究竟这一年赚了多少钱，这种视频我才看这有可能就是说，所以你的观众的垂直度会决定你这个观看量会是多少。还有呢，就是有的人最开始去互粉弄那些流量，那些人是不会看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东西呢？视频的质量就我刚才讲的观看完成度，因为它推荐是一个试探性的，所以在这个流量池里头不断加码的这个过程，如果你在30个人看的都反馈不好的话，它就很难进入下一个流量池里面去所以就是讲，真正的方法，你就是把视频做好，其他东西你不要去琢磨它这个什么算法，这个算法，这个能力不够，技术来凑，就是你就把能力练好了，不变应万变，就说好东西都会有人看，就这个道理我才不管你是算法怎么变呢，人家都在盯着看呢一个账号底下设了2个以上的频道，每个频道内容之间要保持垂直度吗？之间不需要，之间没有关系，是独立的。想问一下，一开始开通的不是品牌频道，只是个人频道，那现在还有机会切换的？可以迁移迁移就是你个人的回复的这个评论会丢失，其他都是可以迁移过去，内容可以迁移过去，粉丝可以带过去，粉丝的留言全都可以带过去，所以想迁移的话，趁早，不要好大了以后的时候，你会把你的这个回复那部分全丢掉，就比较啰嗦了。视频的封面或者是播放界面，每一期都有 logo 标记，可以放到左边。在哪里设置？教我。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在频道的这个页面里面，在频道页面里头的这个设置我来看一下。在设置里面的频道，看到在频道里面的这个设置里面有一个叫品牌在这个品牌里头，在这个地方加，就是加上这个视频水印，这个就是你讲的好，我想不如咱们在老胡这里共同学习的北京人开个电报群吧好，可以不是片尾的那个东西，我这个就是这个不是片尾的，你愿意设计它从开始到结尾都可以的，这个时间点是可以设置的在这个地方视频结尾自定义开始整个视频，你看我就选择的是整个视频，所以你在每个视频就能看见，点一下老胡，就这个意思
好的，为什么有人随便一发就是几万？他有厉害的干爹，别人出身好的你就不要去学了啊。你不要去讲为什么 why 不公平多了，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公平的话所有的人都是应该一样，接受不公平，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呢现在是历史上最公平的一个时代，也就是说你真的厉害你就有出头之日啊。你只要看这个老一点的片子，你就会知道那个时代才叫做多么不公平。所以狄更斯讲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看你怎么看啊。我前几天录了一个我家小孩在镜头前做故事，正准备做一个他讲故事的片段，结果上传被规定为面向儿童，这样最后就算1万人关注1000个小时也无法获利，不是无法获利，被限制获利。儿童频道并不是完全没有获利啊，我讲过的啊，就是只是讲获利很少啊。怎么办呢？没有动力，别做。这个我就跟你讲，你让他讲故事，他最伟大的成功，你就把他以后上这个学习班、上那个学习班的钱就放在他这个地方，你还能赚点钱呢。所以大家这个做自媒体的观念要正，1分钱都不赚，你就是贴钱。你的小孩要把一个讲故事的频道做起来，他会比同龄的人都要牛叉多少倍。所以大家，我要反复讲的话，不管你懂不懂，自媒体是人生最伟大的成长工具，赚钱、出名、有粉丝，全都是副产品，就是一个人成长。小孩是最好的啊，从现在开始塑造他的，等他做到上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有10年这种网上的这种生存的经历，你不知道他在10年当中什么时候突然火起来啊！所以这话就讲得太低级了，重新思考一下子啊，欧大哥，你这个小孩，这个说不定就是因为他开一个视频，旁边人点个赞表扬他一下，就点燃了他整个的一个人生的新的方向的热情啊！你再怎么表扬他没有用，来这个陌生人呢给他个点赞，加他的粉，加他私信就好了。付费推广的广告点击率超低怎么办？封面有问题，那个东西显示在那个地方，你都付了钱，把它这样点我，人家踩都不踩你，你的封面有问题啊！点进去以后，如果人家看了10%就跑掉了，你的内容有问题啊！还有呢，你这做的推广有问题，你在一个这个你在一个这个。我不好举例子啊，你这广告放的地方不对，人家正在看这个东西，看的是这个，人家正在看这个叫做人家正在看春宫，你做一个佛经的广告在上面。虽然我讲左手春宫右手佛经，你两个不搭嘎，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个你自己是菜鸟也好，或者你找的人推广的不对也好，你这放广告放的地方不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广告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东西，所以不要自己去，菜鸟不要自己去玩啊。像我这样子了解这么多人，我是自己不做广告，我这个要请专业人来操盘这种推广，你不要认为自己好像赚了钱了，省了钱一样。我告诉你，这种东西不要省，就像你只要不要讲为了省钱，我自己开刀好了。这个医院里的这个药房不是有手术刀吗？还有麻醉剂，你这买了回家自己开刀了。专业的东西交给专业人去做。好，点击量12%，点击量在12%，比例算怎么样？算不错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全是相对的啊。你像我的点击率它只有个位数，那么如果是你要是讲你要是第一批讲这个肺炎的人，哇，点击12%就算太少了。那么你要是1个月以后再做这个东西的，那你12%就算很高的了。这个所以看不同的比例啊。我说的不是品牌，说那个你讲的这红色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PNG 的一个照片，照片就是你一层你要叠多少层都可以放在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就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你放一个照片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在这个视频编辑软件上面就一个图层啊，你放 N 层都可以啊。你可以让它这转了，让它怎么飞进来，你都可以做。
找不到视频的方向，找啊，解决方案好简单啊。我之前看到一个频道把抖音上视频做成合集加上分，一直你这边会不会当做重复内容做啊？如果是这个东西被别人很多人搬了一样的，他就会重复内容，所以有的人也搬这个东西，搬了100多个这个抖音的视频，然后的观看量都是个位数啊。这个我们群里头有人干这个事情，都这样子的。那么他有的人是这些东西进行了，有的人这个搬运是很大的学问，我不愿意在这里提。OK， 不是那么简单的下载，然后这个去个水印就上来这样子的，这个时代早就过去了啊。那么你就要讲他为什么那样的发布，就是这个机器检测不到。那当然，你的任何东西都有技术的，对不对？做小偷都有技术的，这不奇怪是吧？我不刚才讲了，你如果讲如果你要真弄的东西的话，不需要我教你。你在网上只要正常的搜索，你会找到工具，找到里头的原理，然后会这些能够规避版权的这些内容，你可以下载一份，然后进行分析啊，都能够找到几种窍门。如果你这么菜鸟，需要在这边问我这种菜鸟的这种问题，证明啊你就没有这个慧根，就别干这个事情啊。好，有时候放在你愿意放是一张图片，你愿意放哪？哪里能找到专业做广告推广的人？我们就做这个事情啊！你看，你就成了我的托养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现在都给我们群内的人服务啊！你去看我那个实战群那期里头就讲了，我们承接这个广告起步价是多少？不想在这边多讲，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主业。直播时间2个小时吧，哇，不知不觉居然聊2个小时。好，我回来刚才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完。有一个叫文泽瑞的，大家有印象的话，前面提过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外国朋友。就是我昨天给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跟这个视频。文泽瑞呢，他不知道是因为是外国朋友，还是他这个表达是有点问题。那么你给我发很多这种信息，我都没有办法在这个直播间里跟你，要么音量不对，要么节奏不对。希望如果你真的是语言有困难的话，下次的话就是准备好把它写在纸上面，然后把它念出来，稍微这个使得这个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更好理解你。那么你提的这几个问题，我听清楚了，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有一个视频，然后呢在美国禁播，在美国看不见，问我怎么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你侵犯版权，这个版权的音乐这个部分在美国禁播，在其他地方不禁播。那么所以它不能播放，这没有解决方法啊，解决方法就不用这首音乐就是好。好，老李，胡老师您好，大恩不言谢，废话不多说。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一定要把已开通获利频道 A 频道中的视频全部搬运到新开频道 B 频道里面，并且把 A 频道中的视频完全删除之后，在 A 频道里面更新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内容，在 B 频道里面更新与之前相关的内容，那么我这样做之后会对 A 频道和 B 频道各有什么影响？谢谢。好，听清楚了没有？老李这个问题嘛，听着好绕口啊。我给你分析一下子。他讲我有个 A 频道，我现在要把 A 频道的所有视频搬到 B 频道，然后呢继续在 B 频道里头更新，然后这个 A 频道空了，我在这个地方重新发布新的内容。你听着好奇怪吧，对吧？吃饱了撑的，把现在好一个频道，把视频全搬到 B 频道里头来啊！所以这个我们听别人讲故事、问问题的时候，你要同理心、同情心，就这样。这吃饱了撑的，你问这个问题，这问题不成立，这问题成立，我可以告诉你啊。这个我也不知道老李是什么情况。这个 A 频道可能是他以前跟别人合作的频道，合作崩了，但这个视频有版权是他的，那个人呢又掐住他，这个频道是我的，我掐住你，这些粉丝是我的，5000个粉丝我的，我不想让你带走。这谈崩了以后的，这个男女朋友分手嘛，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那么就这种情况，你就能理解是有这种事情会出现啊。老李就含蓄，他不要把这故事弄那么长了，我就跟你把这个故事的一部分通过假想脑补给你补一下子，就是说问题本身是合理的，你不要简单的讲老李你有什么问题啊，滚一边去。这个不是，他只不过是有些东西他不需要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你要这样子一个态度对待一个问题。好，我们就假设这个情况，他要把这视频搬到另外一个新的频道里头，然后在新频道里继续更新。那么他问，对这2个频道会有什么影响？那当然，旧的那个 A 频道老早的被搬空了以后，那些观众如果是他更新的内容跟他原来的内容毫无关系，那些粉丝就几乎变成了僵尸粉啊，对他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视频出去以后，他的这个 YouTube 不断向他现有的这个粉丝去推送这个东西，发现推送根本就不感兴趣，原来是这个生活类的，现在变成一个钓鱼频道，不好玩啊。但是如果他新做的频道，比如说合作崩了，是一个棋牌类的这个频道，你现在拿走，我找一个人重新做棋牌类，他那个粉丝就有价值，他就可以很快重新做起来啊。那么搬到这个地方来，到这边的话，他可能那个被他谈崩的老频道不会给他引流，不帮他做广告，不会讲大家好，我准备搬到 B 频道去了，他不会有机会在这个 A 频道说这句话，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 B 频道要从零开始做起。但是它好在什么？这视频是现成的，不用再做，我就更新就是了，我快得多。所以这是无奈之举，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里头你现在在这个限制条件里头，你就这样子做就对了啊，是这个情况，好吧？所以我每天对付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人好简单，有的人非常粗暴，上来近乎没礼貌的问问题。其实我都有这个同理心，每个人后面都有故事，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男女老少多大岁数，什么背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都用非常真诚的心，假设这是一个很真诚的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讲你呀太他妈懒了，我在频道里都讲了 N 遍了，你太不尊重我的时间了吧？不是，我就会，我这个人特别有意思。我喜欢，我对每个人都好奇，讲怎么回事？这个人他为什么会这样的问？因为生活给了我很多的惊奇的东西，我这样子脑补讲这个人是这种人，最后发现他不是这种人。我原来讲这个人可能是有恶意，这是一个蓝海，不是，最后不是。所以我现在时时提醒自己，会有这种情况讲，我不了解这些信息，但是呢，我一定要把别人往好处去想，这样就对了。就像刚才我讲老李这个问题一样，我就可以讲你这个东西，你真是吃饱了撑的。你就在 A 继续更新干嘛了？就对了，对吧？所以我只要稍加思想，我就知道讲这个问题是有它合理之处的啊。只不过他不愿意把他这个男女闹朋友那种故事讲给我听，仅此而已。对吧？我也不需要知道啊。所以就这样子来对付问题，你看有趣吧？对吧？我总是在技术问题里头能找到人性的有趣的地方，所以能让我好像非常有热情做技术。其实我不喜欢技术，我讨厌死了啊。好。我有频道已经2次被限制盈利了，因为内容重复，是不是该放弃了？你这个不会有太多的前途啊！一有一个严打行动，就首先拿你开刀，所以做这种东西有一搭没一搭。如果你完全不会花太多精力的话，又能赚到一点钱的话，你就把它放在那波，不要把太多精力放在这个上面啊，要不然你好痛苦，对它有很高的期望值，最后又被限制了以后就好痛苦。你了这个。权且当它这个了胜于无的话，那你就当做一个这个 surprise 也挺好的事情，删掉视频再上传会不会有重复内容的？不存在，因为你那边已经删掉了。如果你没删的话，就有重复内容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解答。好，今天居然讲了2个小时，你看我站在这个地方还可以吧，就像是锻炼一样的。好的。不要忘记，每个星期的北京时间的中午的12点，我都会在这个地方准时和大家这个相见。你有问题的话，要么提前通过这个语音提问，要么等到直播的时间直接带到直播间来啊。我会在这个地方尽我的所能啊，我说的东西不见得准确，不见得对，但是呢，如果不能回答的问题的话，我最起码有一个认真的态度，我会再做研究，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好，那我们就准备在这边收尾，看看直播间里头这个还是不是问题啊？开通获利对谷歌账号内所有的频道视频有效吗？是的，有的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有的人讲，我现在开通，我3个月以前的这个视频还能赚钱吗？所有都赚钱。请问在油管视频发布后，随后也在 B 站发布时，这样会不会被油管判定为重复内容？不是。这个 B 站是这个不属于油管管啊，他们不是一个行政单位，不存在这个问题。被重复内容是因为有别的人比你先搬过来发布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重复别人了啊。虽然你是原创啊。好的，下周见，谢谢大家我们在下个礼拜的时间，老胡的直播就是这样子，又臭又长的啊，只有非常有耐心的人才能够容忍我，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再见。